今天刚知道，原来保存生姜如此简单，放再久也不干瘪，也不发芽，方法特别的棒。生姜是一种厨房里面每天都要用的调味品，不管是炒菜、烧汤、炖馅儿，还是早上泡一杯蜂蜜姜茶，味道都很鲜美。所以很多朋友们爱买一些生姜囤着在家里，但是生姜储存的不当的话，有一个难题，就会变得发芽了又腐坏掉，没吃几天全部坏了，比较心疼。今天分享几招保存生姜的方法，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平时用的，接下来跟着视频看一下。第一个保存生姜的方法，我们准备水，往水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盐，搅拌均匀之后，再把生姜放到我们的水中，生姜完全浸泡水中，大约泡半个小时。这个过程能够让我们的生姜充分的吸收盐水，而且能够增加其抗嫩力。浸泡的时候，我们捞出来，再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，确保把生姜表面的水分完全晾干，或者用纸巾、厨房卫生纸擦一擦，表面残留的水分会加速生姜的腐坏。晾干之后的生姜，我们找一块保鲜膜或者是包装袋，把我们的生姜包裹起来。包裹的时候，尽量保证包裹的严严实实，一定不能有缝隙。如果有缝隙的话，空气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袋子里面，会导致生姜的干瘪。包裹好的生姜可以放在通风的阴凉的地方保存，也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保存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生姜可以保存好几个月，都不会发芽，也不会腐坏。二、保存生姜的方法，大米保存法。我们可以将生姜表面的泥土全部清理掉，需要把生姜清洗干净，避免把生姜的一些脏东西带到大米里面。拿出大米，生姜一块一块的放入大米中，可以让大米更好的覆盖住我们的生姜，这样能够用米盖住，无需我们再加入其他的袋子去封裹住。那么你知道为什么生姜能够保存大米吗？因为大米是干燥的，可以保证我们的生姜长期不会发芽，也不会腐坏，更不会变质。同时，生姜的浓烈辛辣味道还可以为我们的虫子驱虫，防止大米生虫。通过这种方法保存的生姜，真是实现了一箭双雕。保存生姜的第三个方法，可以准备一个纸箱，在纸箱的底部铺2张纸，接着来一点小苏打，再把生姜放到纸上面。如果生姜比较多的话，就是放1层生姜，1层小苏打。像我这样全部放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保存起来了。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，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的纸里面会吸收生姜的水分，同时纸箱又能够恒温，不至于太热，也不至于太冷。又撒了一些小苏打，小苏打碱性物质能够抑制我们的生姜发芽的，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好的。保存生姜的第4个方法，食盐封口的保存法。平日我们做菜的时候，一大块生姜是不是都切不完？那么生姜用不完的话，丢掉比较浪费，直接暴露在空气中，没过几天就会变得特别的干瘪，而且发霉了。其实这样呢，味道吃起来也比较怪怪的。我们可以把生姜的切口处沾满食用盐，每个位置都要沾满，接着把盐、生姜像这样我们保存好就可以了。也可以放到冰箱冷藏，我们吃的时候直接取出来吃，也可以放到通风的地方就好。这样的保存生姜，下次吃的时候生姜依然辛辣，而且不会干瘪，营养也不会流失。
保存生姜的第5个方法，泥沙保存法。我们平时都知道吧，生姜本来就是生长在土里的，那么我们同样能够利用沙土可以保存生姜。需要准备一个容器，像家里面的花瓶、塑料瓶都可以，或者直接把我们的生姜放到我们的花瓶中就可以了，像栽树一样，栽花果一样，全部栽起来。我们定期的去打理，这样保存的生姜，无论是放几个月，依然新鲜，吃的时候直接拔出来吃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方法也太实用了吧！你知道为什么生姜容易干瘪吗？容易发芽吗？因为生姜表皮有一层比较厚的皮，所以生姜买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关心它的外皮，但是如果是干瘪了发芽的生姜，那么就能够长时间的放置，没有使用完。生姜本身含有很多的水分，所以如果将其放置在常温的环境，一段时间之后，会发现了水分减少，生姜也会逐渐的变软，最后可能会变得干瘪。还有就是因为温度是比较高，虽然很多生姜在自然中会发芽，但是也是其正常的生长现象。但是如果温度高的话，在成熟之后会停止这种营养积液的现象，更容易干瘪。你知道我们如何购买好的生姜吗？今天再给大家分享几招挑选生姜的方法。第一点，看颜色。平时我们购买的生姜都是从一大堆的生姜里面挑选的，我们在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生姜的颜色。生姜生长在泥土中，商家为了方便储存，一般都是去购买生姜上面有少许的泥土的，这样的生姜看上去不是很漂亮，颜色是暗的。但是生姜看起来表面光鲜，比较漂亮的，颜色看起来偏白，那么这种生姜十有八九是硫磺熏过的，这样的生姜一定不要去购买，我们要提高警惕，最好不要买。很多人觉得生姜上面有很多的泥土，会比较压秤，其实在购买的时候，只需要把泥土敲一敲，那么厚实的泥土就会敲下来。其实泥土占不了多少重量，相反，这样的生姜还能够利于保存的。第二个挑选生姜的方法，我们可以闻一下生姜的气味。在合适的生姜挑选，拿起来闻一下，新鲜的生姜散发出来的特有的辛辣味道，而且闻起来没有其他的味道。生姜如果被硫磺熏过，可能带有淡淡的硫磺味道。如果闻到有霉味儿，也不要去购买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生姜有硫磺熏过并稍微的干燥，其本身的气味可能会盖住生姜的气味，所以闻气味不能太明显。所以此方法呢，仅供参考。第三个挑选的方法，看一下纹路。经常听老年人说，姜还是老的辣，老姜它的辛辣味道更足。我们通过生姜表面的纹路能够辨别，老姜的表皮纹路是比较粗糙的，而且纹路也比较重，层层的相叠。新鲜的生姜表皮还有很多的光滑，那么老姜呢，辛辣味道又重，新鲜的生姜水分很多的，辛辣味道是比较淡的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。4. 不要挑选发霉的生姜。日常生活中，生姜发霉比较常见，但是人人对它不为所见，甚至认为烂姜不烂味儿。那么烂的生姜会产生黄樟素，一种毒性比较强的物质，不应继续使用。我们会发现，即使一小部分出现了霉变，其他的部分也检出了一些黄樟素。如果用霉变的生姜，容易出现不适的症状。不要为了节俭而吃已经发霉的食物。好了，
今天分享的关于生姜的小故事就到这里啦，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吗？喜欢的话可以收藏起来，试一试哦，学一学哦。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